在吃纳西了吗？纳西了吗？这么巧啊？那你就应该试试看全新加坡最好吃的纳西了吗喽！太好了，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吗？要不要告诉他啊？神经病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都不认识我，就算他找上门来，也不知道我就是我吗？那我连他是男是女都不清楚，当然就不知道他就是他吗？告诉他。荷兰村。嘿呀，这个晶晶啊，还说要来巴萨拿菜，连菜豆都忘了拿，肯定有古怪了，一定又是去找那个什么郑炳辉了。不管你是郑炳辉、李南星还是周出明呢，看我割你的头啊！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等很久了？没关系，为了你等多久我都愿意。哎，这是你喜欢喝的 YY 茶。谢谢，你真好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我见到你叔叔婶婶了，是吗？他们来吃饭啊。那你们谈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怕大姐知道，不敢跟他们讲话。哦。快走！什么事啊？我大姐。我去哪里啊？吓死我了！你为什么这么怕你姐姐？你不知道啊，她凶起来很怕人的，有时候她还会打我。什么？你这么大了，她还打你？哇，太过分了吗？那你是在那边让她打？不要紧啦，反正也不是很痛。她打了我，气就消了。我二姐说啊，大姐那么胖，如果把气闷在心里，很容易就爆炸的。所以她要打就给她打咯。你真的是又善良又可爱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虽然我们只是认识了短短几天，不过感觉上我们好像认识了很久。真的啊？我希望你能嫁给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被你吓到了。我是不是听错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想要跟你结婚。酒，是不是要灌醉思婷啊？告不到那个郑斌，我再告你啊！哎，思婷，哎，文文大姐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刚刚出来买东西。哎，不要，思婷要不抽烟的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文文大姐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嘛，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拿着玻璃瓶子要砸人呢。哦，不是啊，我刚刚喝完水呢。来，我跟你们
介绍，她是 Robin 我的好朋友，她是婉婉大姐，她卖的纳西勒玛可好吃，改天带你吃。 OK。Hi Auntie。哦，嗨。哎，思婷，你女孩子不要人家喝这样多酒吗？喝太多不好的。不会啦，我只是偶尔喝一点嘛。偶尔也不好啊，你偶尔，很快就会变常常的。喂，嘿，你不要在他面前抽烟啊，他有下传病的嘞。婉婉大姐没这么夸张吧？你没有听过人家说抽二手烟也会中cancer的吗？ OK。Hey, let's go。 OK， 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婉婉大姐，我们去的地方不适合你的。不适合我？难道？喂，思玲，反正我现在没事，我跟你们去啊。不是吧？那地方真的不适合你的嘞。让我见识吗？哦，Mr. Robin，right？ Why not？ 你不后悔哦？不会后悔什么？走，走吧。担心我妹妹，要担心女儿了。婉婉大姐，请随便参观，这里是 Robin 的工作室，这些画都是他的作品。 Auntie，I hope 你不会 boring。不会，哪里会 boring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很多科目都不及格的，只有 art 是 A1，所以 I like art very much. Oh really？ Of course. 啊，那你说我这幅画画的怎么样？哦，很好啊，很好。有一种感觉，一种什么？说不出来了。 Yes， 我要 express 的就是一种说不出 beyond expression 的感觉。Thank you。哦，welcome。 Hi Robin。Hey， excuse me，sorry。婉婉大姐，想不到你那么有品味。品什么味？这种话我哪里看得懂？随便乱说的啦。老实说，我也看不懂。你也看不懂了。哎，这些画能够卖钱吗？这些画都是他的宝贝，他不卖的。不卖，那靠什么吃饭？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去当 model。哦，那种在舞台上这样走来走去的 model。不是了，Robin 才不需要去当那种 model， 他当的是裸体模特，给美专的学生画裸体画。啊，那他不是要脱光光？都说是裸体了嘛，当然要脱光光喽。思婷啊，那你不管你骂我多嘴也好，你说我给博也好，你一定要听我说。你对男人你还是要提防一点，不管你跟他们多说，千万不要跟他们来这种这么近的地方，知道吗？不会啦，这里是我们几个朋友聚会的地方，而且我跟 Robin 的感情已经到了不需要提防的地步了。怎么说呢？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哦。什么终身大事？你不会以为我跟 Robin 是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啦。你看，他们才是好朋友。现在的人真的是莫名其妙，两个男人那么亲密啊，给人家看他们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他们没什么的啦，好朋友，好久没见了，高兴吗？你以为啊，安迪到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不过他们是你的同学，做梦你不劝劝他？怎么劝嘛？我们虽然是好朋友，但是我对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了解。幸好啊，幸好什么？幸好他不是你的男朋友了，你说对吗？你怕我跟 Robin 在一起呀？放心啦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你喜欢怎么样男人？说给我听啊，我可以帮你留意留意。你为什么不先说说你的？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看我啊，像个大水桶一样，哪里有得谈条件？只要是女孩子，就一定会有梦。好像我们小时候，总希望自己是灰姑娘，在午夜钟声响的时候，能和心爱的王子跳舞。
倒没有想过要嫁给王子，我只是想嫁给医生。我倒没有想过要嫁给王子，我只是想嫁给医生。啊，来，这是荷兰村的标志啊，荷兰风车啊。其实啊，你来荷兰村这里啊，住我的德式是最适合不过的啊，因为我就住在这一带的主屋啊，这里东西很好吃的哦。啊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什么？我找一间卖什么？卖拿是不是炸香蕉啊？不，拿啥？拉沙子啊？拿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拿西勒嘛？对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刚才我都经过了吗？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最多我都会去啊，都会去。没关系。为什么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个医生呢？没有啦，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子啊，大都是发这种梦的，不是医生啊，就是律师。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做《Top Gun》呢，那里面的空军不是很帅哦？对哦。大家都想嫁空军的。现在女孩子也差不多，只不过选择比较多一点，好像年轻又有魅力的企业家啦，年老的亿万富翁啦。这么有年老的亿万富翁，死得快一点嘛！哎呦，你的人原来是这么恶毒的你。没有啦，总之，医生律师已经不是那么吃香了。那你到底喜欢怎么样的对象？我啊，蛮老土的，跟你一样，想嫁给一个医生。哈哈，真的吗？嗯。怪不得人家说母女连心啊。说什么？哦，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嫁给医生？哦，你也知道，我小时候的身体很弱吗？妈妈常常带我去看 Dr. Tan， 那个医生对我很好。你知道我最怕吃药打针，可是那个医生偏偏有办法让我乖乖吃药打针，会对我说，哪喝了这糖水，打针就不痛了。其实哪里是糖水，根本就是药水嘛。不过我就那么傻傻的听他的话，结果药水也喝完了，针也打了，每次还可以拿到几粒糖。所以啊，我对那医生印象特别好。我看这个医生现在应该很老了哦，好像退休了吧？看来啊，得帮你另外找一个医生了。好啊，好啊，那这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做什么你啊？啊，有人喷杀虫剂，味道好重啊！你个王八蛋啊，在哪里喷啊？喂，我大姐，你怎么啦？你不要紧，你不要紧，你慢慢来。我不行了。你慢慢呼吸，你先慢慢呼吸。啊！我看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哎，taxi，taxi！ 哎，taxi，taxi！ 我问大姐什么了？进去，是你，杀虫病发，快点刷进医院。来，下车 ，sorry，下车。我你的头了，我都叫你下车了。来，下车。哎，进去，快点刷进医院。哎呀 ，sorry 了，救人要紧啊！开车。我是医生啊。思婷，怎么样？舒服一点吗？你还很辛苦啊？哎呀，那医生怎么还不来的？那护士也不见，医生也不见，都不知道是什么医院来的。哎呀，医生呢？
安迪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医生就快来了吗？就快就快，你知道我们等多久吗1分钟。？1分钟是什么表来的？准不准？什么 brand？是不是冒牌货？快点去叫医生进来。医生来了。Excuse me，安迪。这个阿迪是医生啊，哎，他是不是刚毕业的？行不行的啊？安迪，请你到外面等一下。还可以吗？外面等。来，帮你打针。打针？哎，医生啊，你要轻一点哦，他很小就很怕打针的。思婷啊，思婷，你要忍一忍哦。来，请你转过身来。转身做梦？啊，你要打他屁股啊？你不可以打他手吗？不要打他屁股，打手可以吗安？迪，请你到外面等一下。你不要打他屁股！你趁机想看美女的屁股，我不知道吗？他怎么不知道？女金刚，女金刚，思婷呢？她怎么样了？不用进去啊，医生在里面啊。为什么思婷进医院你不通知我？如果不是遇到天祥的话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啊！你以为我很空闲啊？我一直在陪思婷啊，哪里有时间通知你？思婷的哮喘病很久已经没有发作了，为什么现在会严重到进医院？是不是你带到什么地方，给她吃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手指不要乱指啊！是你没有好好照顾她，你还反过来咬我一口啊？我没有好好照顾她，我每天晚上给她关窗盖被，从来不敢买凉的东西给她吃。家里一瓶杀虫剂啊、清香剂也不敢买，哪像你呀？像我什么？整天给她吃一些有没有油腻腻的东西，什么炸鸡翅膀、炸虾，连咖喱菜那么辣的东西你都敢给她吃？你放什么狗屁啊！你不说你自己吝啬，不舍得给她吃好的，神经病啊！所以才会把她身体搞成这个样子啊！哎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了！没有想到当年我生她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壮啊！哭的时候啊，5层楼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啊！抱去你那里不久，变得又干又瘦。哭的时候又好像猫叫一样，是因为你刻薄他吗？我刻薄他，他会长得那么大。你呀，你说爱他，你又把他丢掉，不自己把他养大。哼！当我忙到天昏地暗、不成人心的时候，你自己却在家里啊，舒舒服服的摇脚，一点都不操心。不是我的话，思婷会那么大。你现在还有机会说这些屁话？我就是要说怎么样，是你害他的。你才是害人精啊！你刻薄他，你虐了他，你才是啊！神经病！哎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怎么样了？没事没事，你们在外面等，没有事没有事。没事。才怪呢！思婷啊，思婷，思婷啊，思婷，你醒醒！你怎么样了？思婷，怎么会这样？思婷，医生啊，医生啊，怎么这会断了？啊，针断了！思婷，思婷，思婷，你醒醒，你没安迪，你们放心吧，他没事的。没事，你连叫都叫不醒，还说没事，思婷啊。怎么当医生呢？打针能够打到针断？因为刚才他太紧张了吗？所以他的屁股的肉太硬了。你的石头硬。方医生，你在这里就好了。有个病人出事了，冯医生，请你去看一下。好，请你们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我要见你的院长啊！是啊，叫院长来吧。我真的怀疑你是冒牌医生来的。肯定是啊。你们干什么？哦，方医生，你不是刚刚坐 taxi 的那个人吗？原来你就是医生啊！为什么不早说？血压130/60，要注射的吗？一半。准备另一半。好的。思婷，嗨，我是方医生，不必担心，你在这里很安全。来，放松心情，就像平常呼吸一样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方医生，对不起，他怕打针，刚刚就是因为太紧张打断了一支针。你叫林思婷吗？你是不是还在读书？
那是在工作。那真是无牵无挂，自由自在，就像小鸟一样，飞过蓝天白云。白天过去了，黑夜降临，满天的星星一闪一闪，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，向你眨眼睛。他没事了。这才是医生啊！对了，打针也要有功夫的嘛，哪里有人乱打的哦？对呀，你应该好好跟大医生学习嘛。思婷啊，哎，思婷，对不起，思婷，请你们先出去，病人需要休息。好好好，出来，谢谢你啊，大医生，真有魅力。怎么样？被烧到了？要不要我借面镜子给你照一照啊？嘿，等一下，我叫你听了没有？怎么样？你还吵不够啊？洗衣婆，你如果真的想吵，我可以陪你吵个3天3夜啊。不过我现在不想浪费这样的时间，我要跟你平心静气的谈一谈。好啊，那你想谈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当然是思婷的事了。我现在看到她这样子，我很心痛啊。我想等她出院，我要亲自照顾她。好啊。说来说去，你只不过想要认回思婷，我又没有机关枪，没有大炮，嘴巴是你的，你要怎么跟她说，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啊。喂，你是不是在她面前放我毒针啊？什么毒针？说我坏话啦！哼！你以为啊我会那么好啊？哈，会在她面前说你的好话？跟你讲啊，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啊就可以破坏我跟思婷之间的母女情啊！既然你那么有信心，那你就跟思婷说好了。反正她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也不怕她知道自己的身世。等她爸爸出来，把事情摊开来讲，看她到时要跟你们还是跟我。什么跟你们？谁是你们？你跟你的老乡好了。喂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我跟这个人已经一刀两断了，你不要把他跟我扯在一起啊！是吗？我还以为你是在等待这么一个大团圆的日子。你，哦，我知道了啦，怪不得那么好。原来早就已经想好了诡计，你是要利用思婷这件事情啊，硬把那林金彩推到我身上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你那个奸夫啊去逍遥快活了，对不对？喂，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啊！什么奸夫啊？老公坐牢，你就抛上别的男人，不是奸夫是什么？你自己说我了。告诉你，全天下的人可以指着我鼻子骂，就是你没有资格，因为你偷人家的丈夫，破坏人家的家庭，还要谋杀自己的孩子。够了，好。怎么样？你不承认啊？等林金彩出来，让思婷去问他，看谁到时没有脸。你这个人真的毒啊你！我毒，我够你毒。好啊，既然你说我毒，我就做一件不毒的事情。当年林金彩坐牢的时候，我早就要跟他离婚了。这些年没有离，是因为我不想人家说我落井下石。现在林金彩要出来了，我当然要成全你们了。如果你能够说服思婷跟着你们的话呢，我就恭喜你。你说这是不是件好事啊？是啊是啊，你真的是很好心啊。那要不要我跪下来跟你说声谢谢啊？你要就有啊，我才不会中你的诡计。那好，你就不要跟我抢思婷。哎，媳婆，你不要走啊！你真的是给你气死了，不死都内伤。几点平吗？哎，慢。哎，思婷怎么样了？好了，真好多了。饭啊，哎，你又喂他吃饭，他自己有手，让他自己吃嘛。我喂他吃比较快嘛。喂成习惯了，以后到吃饭时间他就阿火饭，然后张大嘴巴等你喂。我哪有这么多闲工夫啊？爸，你自己吃啊。不要，阿火。阿火他自己要吃饭啊。阿火，饭啊，饭。阿火输了股票，没有心情喂你吃饭。啊，
真的。哎，阿火，你放心，我吃饱了，我帮你圆回来。啊！还是你比较有办法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吃吧？我昨天把那个肉骨茶给你喝啊。不吃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去医院陪思婷啊。哎，晚上回不回来啊？要看到李金刚有没有回来去咯。奇怪，那你今天来干嘛？是他送思婷进医院的。哎，他怎么跟思婷在一块？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思婷告诉我去找朋友，却跟他在一起，也不知道这李金刚啊耍些什么手段。看来他是有心跟我斗到底，我可不能输给他的。哎，不行，现在李金刚还在医院，我要赶回去啊。哎，帮我看一下阿爸啊，那些肉里面的骨头全部要拿出来，要不然他会哽住了。我知道了，会。啊，看着他啊。思婷啊，来，我特地坐taxi去牛车水买来给你喝的，很补的。思婷，你不要乱吃。什么乱吃？这是补汤来的。来。哎呦，黑妈妈油腻腻的，不要吃了。刚才我说啊，煮肉骨茶我都不敢带来给你吃啊。来，我们是医院里准备的食物。那这个好。不错啊，你看多丰富。医院东西哪里好吃？不够油，不够咸，不是人吃的啦。是啊，不是给你这些不要命的人吃的。思婷，我们是医院里准备的，你看多丰富，有鱼有肉有菜，快点吃。你要记住啊，以后在外面吃东西要小心一点。有些人卖东西啊，一锅油炸几个月，变成黑油啦。哎，你说谁呀？你那么紧张，难道给我说中了？你有看见？不要妈，大姐，哎，你们不去电视台演戏，真是浪费啊！你是说什么意思啊？电视台拍那些阿嫂戏，不是常常有那些阿嫂在骂来骂去的吗？我不是阿嫂啊，我也不是啊。对咯，你们都不是阿嫂，所以不要像阿嫂一样斗嘴。哇，大姐，我妈说的对，外面东西很油腻，你最好也少吃一点，比较健康。哎，不过偶尔吃一吃没关系。真好喝，好喝。钱呢？在里面。哎，原来2万块才那么薄薄一叠钞票哦。我做工作到要死，可是一下子就数完了。快拿给我吧。嘘，小声一点呢，那么多钱不可以让人看到的。哎，我们走啊。哎，我有点渴，我们先去喝歪歪茶。这么多钱在那边很危险的，不如把它交给我吧。不要急了，你不是答应我要帮我想办法的吗？办法？哦，你说你大姐啊？你只要骗她说你把存款簿跟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洗就可以啦。不行啊，存款簿一直是大姐收的，如果要去银行要跟她说，她才把簿子给我。还有提款卡也是她收的，每次拿钱她都要知道。如果我这样说，她就知道我偷拿簿子了吗？那知道不是知道咯，反正钱是你的，你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嘛。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经过她同意呢？对哦。那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从15岁就跟他出来卖饭了，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赚钱很辛苦，所以我才拿这笔钱去投资啊。那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你大姐哦，等我出国办货回来，一转手赚了1倍，才把钱放回去。有那么好赚的生意吗？你忘了我是从外国留学的吗？当然有我的门路咯。我要走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下个星期3不注册结婚吗？我一定会赶回来的。总之呢，那天你在婚姻注册局等我就对了。那我怎么跟那边的人说？就告诉他们你是来这边注册结婚的。这是我们的号码。等到那个职员叫到这个号码的时候呢，就是轮到我们注册了。那你一定要来啊！傻瓜，我连注册日期都申请了，还会骗你吗？如果申请了不去啊，是犯法的，会被抓去坐牢的。哦，啊，对了，2万块钱在这里。哎，我又没有你的电话，又不知道你住哪里。如果有事情的话，我怎么找你？如果有事情的话，你找我叔叔啊，他的店就在你的店隔壁，你还怕我跑了？是啊，
那钱都给你了，你要快点回来啊！晶晶，豪哥，喂，站住！喂，豪哥，豪哥，他谁啊？朋友喽。朋友，刚才你给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我回家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刚才我明明看到你叫一个银行的信封给他，里面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，没有。没有东西，是不是钱？不是。你不讲是吧？我打电话告诉你大姐。不要，是钱是钱。钱？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钱交给人家呢？不是随随便便，我们下个星期就结婚了。结婚？你大姐知不知道的？不知道。哈？唉。太太先生，请问你们将要出世的孩子的将来打算来我们的银行投资我们的 Golden Future 户口哈？记得要来啊！拜拜。小姐，来领到我们的银行哦 ，Golden Future 的投资户口，谢谢。sorry， 阿豪，你是谁？玲玲啊！哦，你这么匆忙去哪里？哎呀，我怀疑你妹妹被一个男的骗了，我现在在找那个男的。晶晶，那个男的现在哪里？不要走！怎么会吧？喂，你不要跑啊！喂，跑快点！再看你脚步，快点！你是准备拿国际赛的。他是人还是狮子？你再不给我马上即刻回来，我们就从此不用见了。哦，我是叫你去派传单，不是叫你去当警察。可是我妹妹被骗了钱。我不管你妹妹是被骗钱还是被骗色，那都不关我们银行的事。你现在是在上班，你的工作就是派传单。可是我……住嘴！你别把你的嘴巴张得那么大好吗？好像河马一样，看了就恶心。那你看看，你把银行的传单乱丢在地上，随便让人践踏。如果这件事情被人报上去3顿道的话，我们就会死得很难看呐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你这张嘴巴，你还是把这个头套给套上去吧。我宁愿看到的是一头狮子，也不要看到你。哦。做最多工作的是我，分最多传单的也是我，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？骂人就算了，还要说我嘴巴像河马。刚才我差一点把喝下去的水喷出来。嘴巴，想起来真的是有点像哎。那以后干脆叫他戴尊河马的头套好了。你要死啊！人家嘴巴再大也嫁出去啦。你有没有看过她老公？挖鼻孔又抓屁股的，恶心的要死。癞蛤蟆配河马，真是天生一对啊！
你可以不要这样肮脏嘛。什么？我挖自己的鼻孔不行吗？你去叫政府通过法律，不准我挖鼻孔了。晶晶呢？好。哎，来了，你自己去问他，我怎么问他，他死都不肯讲。晶晶，你到底给了那个人多少钱？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哈？他还说下个礼拜要跟那个男的结婚哇。豪哥，你不讲信用，你出卖我！你说过要帮我保守秘密的。我也是为你好嘛，哈。你们不好的，你们不好的，每次说话不算数。哎呀，你到底搞什么鬼哈？给人家骗了钱还不知道？他不会骗我的。他不会骗你，那他为什么要跑哈？他一定以为你们是坏人要抢钱，是吗？他有很多钱吗？怕人家抢？是啊，他有多少钱？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？你说啊！喂，干什么？拆屋子啊！晶晶的存款簿一上来不是给大姐看着的吗？他能有多少钱给人家骗？他有提款卡的吗？哎呀，提款卡最多只能够按1000块钱，又不是几10万，你干嘛大惊小怪？1000块不是钱啊哈！你现在还顾虑那个1000块钱，你还不赶快问他到底有没有给人家骗色？哎，对了，玲玲，大华说的对，问一下比较好，他可能啊。那你到底有没有？你们先出去。出去啊！我等一下问他。出去。你坐下来。晶晶，你老老实实告诉二姐，你有没有跟那个男人？那个。那你看那么多电视剧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？我知道，有一点点咯。一点点是什么意思？报一报酱咯。那还有没有上床是吗？没有啦。电视剧常常有演，上了床之后就大肚子，所以我不会跟他上床的。那你要跟他结婚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下个星期就要注册结婚了，可是他说不要告诉大姐，要不然大姐一定会阻止我们的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结婚这么大件事，怎么可以瞒着我们呢？更何况我们连那个男人都没有见过，这样随随便便就说要结婚，你不觉得好像小孩子在玩游戏吗？不会啦，我们已经认识1个星期了。晶晶，认识一个人1年的时间也不一定够的，这样随随便便就结婚是不可能会幸福的。可是你和二姐夫拍拖那么久才结婚，还不是一直吵架？我看这个男人是要骗你的钱，说什么结婚都是骗你的。他不会骗我的。好，你注册那天二姐陪你去，看他会不会出现，好不好？那大姐的身体不好，这件事我不会让她知道。可是我要你答应我，以后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先找我商量，知道吗？姐，我回来了。姐，我也回来了。哎，今天周末这样晚啊？银行很忙啊。今天请了天祥来吃饭呢。他不用叫德士吗？叫德士也得吃饭吗？可是为什么要请他来我们家吃饭？昨天幸好有他，不然的话思婷就惨了。对了，思婷怎么样啦？没事。不过我今天请他吃饭的真正目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他人很好吗？我想把他跟晶晶拉在一起，觉得怎么样？做梦，你不同意啊？不是啦，好是好，就不知道天祥怎么想。他还有什么好想的？晶晶这个人虽然是有点傻傻的，不过我觉得她在我们5姐妹中是最漂亮的一个了。人又漂亮又有福气啊，她还要嫌什么？晶晶啊！晶晶啊！晶晶！哎呦，糟糕，忘了号码是什么？晶晶啊，你死到哪里去啊？
呀，站这么久也不出来。我帮你。哎，不，你去，这里不用你啊。你快点去冲凉吧，我买了一件新衣给你，放在你的床上啊。你冲了凉，赶快换上去，出来给我看看美不美啊？为什么要穿新衣？今晚家里有客人吗？哦，好久没穿新衣了，谢谢大姐。快去。嗨，你怎么来的？干嘛来吃饭啊？谁请你来吃饭啊？我玩大姐喽。是不是天祥啊？哎，怎么不开门给他进来？哎呀，我要调查清楚一点呐。调查点死人头了，快点开门！我玩大姐。哎，天祥，来，进来。哎，大姐，你不是吧？你真的请这只恐龙来吃饭啊？怎么这样说人家？哎，你不要看它瘦巴巴，吃起东西来很像恐龙的。会厉害得过我吗？如果天祥是恐龙，那我是什么？王大姐啊，她跟我有仇的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帮她提书包，她却两手空空在那边吃雪糕呢。对呀，因为你笨嘛。哎，你不是吧？来人家家做客，连手信也没带，买几粒苹果来也好嘛。是哦。是哦，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你去哪里啊？我买苹果啊。神经病！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请进。哎呀，天祥，你不要管他啦，整天神经兮兮的，只会睡觉而已啊。来，进来。哦。先坐哦。很快就可以开饭了。哎，阿华怎么样？哎，生意好吗？马马虎虎啦。哎呀，现在的经济那么差，谁有钱做德事？还有那个政府啊，整天就只会对你们这些德士司机下手，这个罚那个罚，到头来所赚的钱全部都给政府拿光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姐夫，你是不是跟政府有仇啊？什么事情都可以扯到政府头上去。我看啊，你最好自己来做政府，这样呢就不会整天骂这个骂那个的哈。哎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大选就要到了，我就是要出来参选给你们看。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下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？